当年看风水说，先人竖着葬，后人一定罢。我的名字叫林凤娇，是一个风水先生。一天，镇上的首富人发找到我，让我帮他的父亲迁坟。我收了定金后，就答应了下来。选好良辰吉日后，我就按照师傅所教的流程开始动土。可当我仔细观察墓穴时，才发现不对劲。任家的蜻蜓点水穴看似可以让后代大富大贵，先人竖着葬的方式也没有问题，可问题就出在封土上面。蜻蜓点水应该是雪花盖顶，让棺材能够收到天地灵气，而任家的蜻蜓点水穴却以水泥封底，彻底封住了灵气。我一想到埋在地下的任老太爷吸收了20年的阴气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就在任老太爷的棺材出土的那一刻，风云突变，就连方圆100里内的乌鸦都吓跑。我急忙到棺材前查看，只见任老太爷周身弥漫黑气，埋藏20年的尸身依然栩栩如生。果然，我的预感成真，任老太爷成了一只大粽子。我急忙向任发提议原地火化，可任发却为了用上他新找的风水宝地，死活不同意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把任老太爷拉回义庄，然后让我的2个徒弟先用墨斗线把它封在棺材里，希望能够熬到下葬的一天。可是2个徒弟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只顾着打闹，居然漏掉了棺材底。就这样，在我外出替人看风水的时候，任老太爷破棺而出，变成僵尸以后，他第一个要找的就是自己的儿子任发。次日，我得到消息，急忙赶过来查看。当时我的心都凉了，因为任发还没有给我结尾款。于是我就把气全都撒到了变成僵尸的任老太爷身上。可没想到僵尸居然这么厉害，在我师弟四目道长的及时支援下，才勉强将任老太爷火化。经过这件事后，我的名声大噪，有了僵尸道长的称号。可是只有我的心里明白抓僵尸的风险有多大。于是为了能平安的度过这一生，我搬到了甘田镇，并且通过人脉关系接到了替地府印冥币的生意。可就在我和大徒弟在家辛辛苦苦印冥币的时候，二徒弟文才却自己跑出去看大戏。我一听大惊失色，因为7月14的戏不是给人看的。于是我赶紧带着秋生去救人。可来到戏班时，我才发现为时已晚，文才已经被鬼围了起来。于是我给秋生开了天眼，让他去把文才救出来，并且提醒他千万不要惊动鬼魂。可是秋生这个不争气的徒弟，一见到漂亮女鬼就拔不动腿，更是被女鬼蛊惑，放倒了看守的阴差，放走了这里的孤魂野鬼。没有办法，只有我这个师傅出来替他们背锅。我知道这么多鬼魂靠我自己很难在鬼门关关闭之前全部抓回来，我只好发出信号，召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同门回来帮忙。多年未见的大师兄居然连正眼也不看我一下，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教导不严的责任。于是我就让2个徒弟用骗鬼吃豆腐的方法，把他们引到了事先布置好的八卦阵里。师兄弟们都各显神通，开始收鬼，只有大师兄却使出闪电掌，打得他们魂飞魄散。我以慈悲为怀的心理劝说大师兄妄造杀孽，大师兄却越打越来劲，功力不如人的我只好闭嘴。经历过徒弟的这场风波以后，这几年所存的积蓄也用完了，我只好重拾老本行，去替人看风水。可就在我出来谈生意的时候，发现大师兄的徒弟在搞小动作。秋生和文才很是好奇阿坚为什么要揪别人头发，于是就跟踪他来到了荒郊野外。仔细一看，才知道他要灵魂出窍去做坏事。于是秋生就和小娟去对付阿坚的魂魄，文才留了下来，要带走他的身体。结果在半路上，阿坚的肉身被野狗叼走了。阿坚的灵魂由于找不到肉身，也变成了游魂。我得知以后，表面上风轻云淡，内心却慌得一批。我派2个徒弟出去寻找阿坚的肉身，而自己立刻摆摊施法替阿坚招魂。如果这次救不活阿坚，大师兄发怒，麻烦就大了。幸运的是，魂魄和肉身都找了回来，可是2个徒弟却隐瞒了阿坚的肉身被狗啃的事情。大师兄回家以后愤怒无比，原来阿坚是他的私生子，
为了复活儿子，大师兄居然找来11个阴年阴月阴日出生的人，利用他们的生命把阿坚炼制成了尸妖。次日，大师兄居然把这件事嫁祸到了我身上。这件命案是懂得奇门遁甲的人做的，最可疑的人就是九叔。见势不妙，我就要找地方躲躲。可是文才见到复活的阿坚后，却震惊不已。就在此时，秋生才说出了实话：他已经被野狗咬烂了。我立刻拿出银针，让秋生去试探。果然，此时阿坚已经被炼制成了尸妖。我立刻回去准备对付尸妖的百宝汤。到了晚上，趁没人的时候，2个徒弟用百宝汤让阿坚现出原形，然后我在后面假装追击。果然，阿坚逃回了大师兄家里。我居然听到阿坚在叫大师兄父亲，我立刻明白了一切。可令我想不到的是，大师兄居然大义灭亲。我知道，如果现在不走，大师兄就要对我动手。我只能带着徒弟离开。果然如同我猜想的一样，大师兄刚刚只是在作秀。我们刚走，他就再次复活了阿坚。回家以后，大师兄的报复就来了。我假装镇定的让徒弟守住大门，然后跑回屋内做准备。很快，大师兄召唤的尸潮就攻破了屋外的阵法。我立刻手持黄符冲了进去，可是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，很快我刚刚画好的符纸就被用光。此时我突然想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于是我用请神术把地府的黑白无常请了上来。周围的丧尸就像见到克星一样，吓得不敢动弹。我一看这下稳了，直接拿出大笔给他们写了一张4000万的支票。收到钱以后，黑白无常只是一挥手，院子里的无数丧尸就被重新埋到了地下。我知道事情还没完，立刻布置了陷阱，变成尸妖的阿坚一来就落入了陷阱。我不能让这种祸害留在人间，于是就拿着师父的符尘将他打爆。另一边，感应到儿子被打爆的大师兄彻底震怒，只是一个闪现就来到了我的对面。大师兄有个外号叫雷电法王，我实在不想跟他决斗，就要认怂，可是大师兄根本不给我机会。林凤娇，我要你血债血还！啊！大师兄只是挥出一掌，就电得我全身酥麻。大师兄又想劈死我的徒弟，我急忙救下了徒弟。闪电恰好劈在八卦镜上面，此时我突然想到镜面可以反射闪电，于是我们急忙举起八卦镜抵挡攻击。果然闪电被反弹，大师兄被自己的大招电得灰飞烟灭。好了，一切终于结束了，我也可以为2个徒弟找个师娘安度晚年了。我的故事也结束了，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